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应该是赚到钱了，对吧？为啥？因为你们如果能及时的收看到了我的上期节目，看到我在节目末尾中给你们推荐的，我说过了 ，WAVES 你现在还是可以买的，不要怕有追高的风险，因为它已经出圈了。结果呢，及时的看我上期节目的观众，应该都在 WAVES 当中赚到钱了，是吧？为啥呢？来，我们回顾一下我那期节目以及节目播出之后 WAVES 的走势。上一期节目面大再一次提到了 Waves， 所以呢，面具人我就可以给你们下一个定论啊，你现在在高点想买的话，你去买，不必太担心。3月31日节目播出的第二天 ，Waves 立刻迎来20多个点的涨幅。各位面粉们，准不准？看到了吧，面具人的节目还是能够让大家赚到钱的，是不是？这个 WAVES 还真的挺猛的。你看别的币在跌，可是呢 WAVES 居然还逆势上涨，涨了好几天了。不过呢，大事不好了。从前天到今天啊，比特币市场出现了比较蛋疼的下跌状态啊。不过呢，你们也都别怕。这种下跌回调呢是正常的，你们想想看嘛，从加息宣布到现在都已经过了多少天了？快半个月了吧？那比特币从加息宣布到现在一直涨了都快半个月了，那这几天下跌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状态啊，是4万5左右。那今天比特币下跌的时候啊，差点都跌破4万4了。从前几天的4万8一下子跌到4万4，这个跌幅可以说也很大了。那这种跌幅呢，也确实是吓住了一部分人啊。很多人都觉得比特币可能会继续下跌，跌破4万4、4万3，甚至4万2，直奔3万8、3万7，真正的大熊市就要来了，对不对？很多人就非常的恐慌。我们来看一下啊，比特币现在整体的走势，它就是震荡下行。那这种走势，难怪会造成很多人这个散户的心理恐慌嘛。那网上现在也传出了一些声音，都在说熊市要来了。哎呀，面具人我都想笑。韭菜呢就是这样，涨了呢他就喊牛市来了，跌了呢他就喊熊市来了，嘿嘿，笑死我了。各位，你们要记住，你想赚钱，首先呢心态要摆好，不要说涨了你高兴，跌了你悲观。你要像面具人我这样，涨了我淡定，我找机会；跌了呢，我也不怕，我会继续的淡定找机会。听懂了没？涨了你不要激动，跌了你也别怕。往往呢，涨了就是你套利的时候啊，少部分情况下是你追高能赚到钱的。比如像 WAVES 啊，你去追一下高，结果呢它涨了更高，但是呢，这只是针对于你看像俄乌战争有这种大政治国际背景环境铺垫的状态下，你敢这么玩？可这也只是少数情况啊。像大部分的项目币啊，往往庄家或者是项目方啊，他就会用自己的钱不停的拉盘，给你营造暴涨的这种假象，让你去追高。大部分情况下，追高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听懂了没？如果说你想赚钱，那你就要锻炼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在跌的时候去找机会啊，在涨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逃顶。这样吧，面具人，我今天来给你们公开一个币圈赚钱的葵花宝典啊！当然了，你不用自割就能学会了啊，你不用自己淹自己。咱们学交易的思路就是为了防止自割嘛，对吧？那先把自己自割了，还怎么学交易？其实币圈被割韭菜了的这个逻辑啊，有很多人都被割韭菜，但是呢，他们就是想不明白自己为啥被割韭菜。面具人，我觉得被割韭菜的这个被字儿啊，我一直看不惯这个被字儿。其实呢，钱在你的手里，手在你的身上，所有的决定都是你自己做的嘛。最终呢，割你韭菜的人就是你自己，对不对？当然了，无良的项目方下套骗人，市场的环境的冷暖交替，而导致了你的亏钱，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它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做决定的人始终都是你自己，所以呢，各位，我看到了很多人自割啊，很多人自己把自己割了。那
鉴于有这么多的悲剧发生，我今天会在节目后半段给你们讲一讲我做交易的一些细节处理方案。那你们听到了这些方案以后，就可以尽量的降低你自割的现象出现，尽量的避免你亏钱。那前半段呢，我会先给大家讲一下东尼大木不是周杰伦的 NFT 的猫腻啊，并且呢，这个事件啊会映射出非常多的道德沦丧与人性黑暗。今天的节目干货多多啊，你们有眼福了。等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割了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你们中到的这些 NFT 大奖都是可以卖的真金白银哦。好，来讲正题，咱们先来说周杰伦的这个新闻啊。4月1日消息，周杰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听好了啊，是周杰伦他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传他这个事情。曾经有好友赠予给周杰伦的无聊猴的编号为3738的 NFT 被盗掉了。漫物安全团队经过分析发现，周杰伦疑似被钓鱼攻击。目前呢，这个 NFT 已经被卖掉了，卖了169个以太坊。各位，不知道你们能从这个消息中看到什么不？面具人，我觉得这个小新闻里面的信息量很大呀。来，你们听我给你捋一捋，仔细听好了啊，我给你划重点。周杰伦持有无聊猴，牛逼，名人效应呀。周杰伦都持有无聊猴了，那这个无聊猴真的是太厉害了，都走到明星圈子里了，都走到天皇巨星的圈子里了，对吧？来，继续听，这个无聊猴是朋友送给周杰伦的啊，并不是我周杰伦自己买来持有的。哇，牛逼！周杰伦的身价好高呀，随便一个小礼物就值160多个以太坊，对吧？你看周杰伦牛逼不牛逼？身价这么高的，随便送一下，起步都是169个以太坊。好，再听下一句啊，这个猴子被卖了169个以太坊，牛逼厉害，价位真高，真值钱。所以呢，这个消息被爆出来了以后，无聊猴就更要涨价了，就更值钱了，对不对？你看天皇巨星也持有，然后呢还卖了169个以太坊啊，多厉害的！最后呢，最重要的一句啊，听好了，周杰伦的这个无聊猴是朋友送的啊，我刚才好像说到了啊，看这个无聊猴是朋友送的，并不是周杰伦我自己想要啊，别人强送给我的。所以呢，你们并不能说啊，我周杰伦自己出品了杰伦熊，我自己不持有自己的杰伦熊，我反而去持有那个无聊猴，对不对？啊，我周杰伦并不是不想持有自己的杰伦熊，是别人送我无聊猴，我只能持有无聊猴，我的心还是爱着杰伦熊的。你们不能说我周杰伦自己出品的杰伦熊自己都不持有，跑去持有无聊猴嘛？我杰伦大大的人格还是高尚的。各位看到没？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人们为了钱都是不择手段的。周杰伦他才不管你们买了杰伦熊的人死不死赚不赚钱呢，只要他把东西卖出去给你们，把你们割了就行了。当然了，那也是你们自己贱，想买爱买愿意买，对吧？这就是我说的自割。那一说到自割了，面具人我就想继续深度的给大家说一下啊，看你们以后搞投资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仓位控制。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不能玩，可以玩，但是在玩的过程中你要有一个度，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对吧？糖吃多了牙会坏掉，对身体也不好，盐吃多了也不行，啥东西多了都不行，听明白了没？就像你玩 NFT， 比如说你实在是看好一个 NFT 项目，或者说非常喜欢它的这个画画的感觉、艺术的感觉，那面具人我建议你
在它的商业模式还不明确之前，你就最好不要乱投，或者是尽量少投。为啥呢？你想嘛，这个团队他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啥，那他以后就更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啥了。他一开始如果连一个好的商业模式都设计不出来，那更何谈他未来能有什么好的发展呢？对不对？你不管他想干啥不干啥啊，他连一份好的商业模式都设计不出来，然后呢，他就发什么 NFT 给你吹牛逼，说这了那了，把一个很小的一个概念就包装的非常牛逼，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该怎么办。那这种项目呢，除了割韭菜，他没别的目的。很多项目都会把自己吹的什么元宇宙呀、上太空呀、虚拟现实呀、第二人生呀，各种各样的牛逼的概念，你都能在各种各样的项目方当中听到。但是面具人，我觉得把事情吹太大了啊，反而有点假啊。你们仔细去观察一下啊，你在加密货币的这个什么元宇宙圈子里呀、NFT 圈子里面啊，你几乎很难听到，像马云呀、阿里巴巴呀、腾讯呀这种传统工厂、传统公司的那种硬核式的，我要做好，比如说某种社交业务，我要做好某种技术业务，我要做好某种通讯业务。没有，可能你在链币当中能听到一些以技术为主的，但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元宇宙项目呀、NFT 项目里面，你几乎听不到啊。脚踏实地的干活的这种业务目标，几乎所有的 NFT 元宇宙项目都是能吹的有多牛逼就吹的有多牛逼，什么虚幻空间呀、虚拟现实呀、第二人生呀、这个星球大战呀，上月球了、突破宇宙了然后甚至还有说什么穿越时间的这个脑控思想的、乱七八糟的这甚至都能修仙了，玄幻的概念你都能在元宇宙里面找到。那各位，你们在听到这些牛逼的项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还在天上飘着呢？它有没有实际应用的能力？如果说一个项目没有实际应用的能力，它又何谈什么价值和金钱呢？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你对于某些元宇宙项目呀、某些游戏项目呀、某些 NFT 项目，你真的憋不住想玩的话，那你可以随便弄点娱乐资金去玩一玩嘛，赚了更好，不赚了呢，也就当亏了一顿饭钱，或者是亏了几件衣服的钱，对吧？这是针对什么 NFT 呀、链游呀、元宇宙项目的一个验证思路，或者是心态思路吧。那么咱们说完了 NFT 了以后，再说一说更多人在玩的这种买币嘛，加密货币。其实买币的思路你们也要明确，那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和仓位。其实每个人都想多赚点钱，但是呢，尽量不要猴子搬西瓜，听懂了没啊？一会儿搬了西瓜了，一会儿搬了芝麻了。你想要利益最大化没有错，但是呢，你要注意方式。比如说你想要利益最大化，你想把长线的钱也赚了，短线的钱也赚了，一直跟着这个盘子把所有的钱都赚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仓位分为长期仓位和短期仓位。比如面具人在投资 AVAX 的时候，我的一部分钱就是长拿作为长期仓位，另外一部分钱呢就是每天用来做波段，每天赚上3个点、5个点，有时候运气好了赚上8个点，赚到了我就跑。那这样的话，我每天做波段每天赚个3个点、4个点，10天下来就赚30-40个点，而且呢，我的长期仓位也在水涨船高。退一步来讲我就算卖飞了，对吧？很多人都面临过这种尴尬，卖了以后它又涨，但是呢，我还有长期仓位，对吧？我每天做波段的这部分资金，就算卖飞了，我还有长期资金在水涨船高的，在赢那一部分利。好，咱们再来想一下亏损如果说短期内这个币下跌了，那我做波段的盈利就可以帮我抵抗一定的下跌冲击。看，
我的长期仓位被套住了，但是呢，我前几天通过做短线投资啊，每天赚个2个点、3个点、5个点，累计下来赚了20个点、30个点。于是呢，它整部分这个币啊跌了10几个点，那我是不是相当于只是少赚了嘛？或者说遇到暴跌了以后，那我最多也就是不赚嘛。啊，那长期仓位可能会被套住，但是呢，被套住的这部分资金并不是我所有的仓位，顶多也就是我的一部分资金，所以呢，它对我造成的冲击并不大。更何况我还有短期仓位帮我去弥补损失，或者是还不到损失，还有一部分的浮盈。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想一下，是不是你的操作风险就会小很多，并且呢，你的利润会大很多，对不对？那面具人我说的这种操作思路、操作方针啊，仅仅只针对于链币啊，并且呢，你要想开一点，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赚了，就算你分仓，那你也不可能长的、短的、长期、短期的钱你都完美的赚掉，拿一部分钱把短线的钱全部赚完了，你又拿另外一部分钱把所有的长线的钱都赚掉了，那你是不是你的钱还被分成2份了？你不可能长短都赚嘛。所以说各位心态要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项目币啊。刚才说过链币了嘛，现在再来说一下项目币啊。你玩项目币，你始终就是要记住，赚到钱了以后就跑，千万不要留恋，明白了没？你针对98%的项目币啊，你撸到就跑，跑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就不要再回头了，再去找下一个项目。项目币和链币不一样，链币可以做过山车、仰卧起坐、起起落落，但是项目币大部分都是一波带走，一根阳线给你拉非常高，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跳楼，一起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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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呢，然后就出来维权。其实面具人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华的内容，那就是项目的一波流。为什么我们做单独的项目币啊？虽然说利润很可观，但是一定要赚到就跑。为什么？至于为什么，我下个节目会给你们揭晓谜底，或者呢，有感兴趣的可以到我的会员群里面去看为什么啊。我已经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讲过了。如果你想要及时的币圈操作，或者是参加我今年的革命性的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 OK， 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参加什么画画班啊，祝你好运，再见。